众所周知，纣王乃是人族的最后一位人皇，后世帝王都自称天子，代表服从天庭的统治。可明明武王姬发打败了纣王帝辛，却为什么不能成为人皇？人皇乃是人族至高无上的名号，第一代人皇名为轩辕皇帝，手持轩辕剑，天下无敌，哪怕天神应龙都要俯首称臣。大名鼎鼎的僵尸始祖汉魃，也只是初代人皇的一个普通女儿，退位之后入驻火云洞，千秋万世守护人族，就连三清佛祖都要平辈论交。杨戬这种所谓的天宫战神，连他们的名号都没听说过。纣王之所以被称为最后一位人皇，是因为他继承了先贤顶天立地的意志，对满天神佛没有丝毫敬意，身负人道气运，有着紫薇意志护身，哪怕大罗金仙也无法施展法术伤害他。而若是单凭武力，哪怕修炼八九玄功，肉身成圣的杨戬也奈何不了。纣王天生神力，比后世的霸王还厉害，轻易就能举起万斤梁柱，有万夫不敌之勇。黄飞虎乃是大名鼎鼎的东岳大帝，也是殷商第一大将军，可凡时期也不是纣王的对手。这么一位武力逆天、傲视群雄的帝王，才像是人族的老大，哪怕三清祖师也不带稀罕。而武王姬发打败他之后，立马纳头就拜，对天庭表示臣服，让人族沦为神仙的香火，将人族的脊梁粉碎。这种人怎么能有资格当人皇？火云洞的三位看见了气死，人族崛起于微末，虽人取火，仓颉造字，神农尝百草，一位位人族先贤的不懈努力之下，才有了如今的天地主角人族。神仙不过是摘果子的小偷，圣人们都是以人族气运成圣，为何反而要卑躬屈膝？天子弯下了腰，便再也没有人道气运的护佑，自甘堕落者没有受到庇护的理由。蚩尤当年虽然失败，但也从未向那个神魔低头，什么凶兽魔兽都不过是久离人族的食物。文太师不过学习了几十年法术，战力就跟大罗金仙差不多。人族的天才数不胜数，倘若发展起来，天庭也不是对手。封神榜就是一场巨大的阴谋，将人间的天才一网打尽，全部控制起来当打手。就比如张奎这个守将，一人之力斩杀五岳大帝，实力丝毫不亚于二郎神杨戬。最后一位老母亲被绑架才投降。倘若人族没有此次大劫，未来绝对是无可限量。洪荒大帝另一个名字是三界，天地人三界，能以人的名字命名一个世界，其中的意味可想而知。人皇就是人界的主宰，地位跟天界的天地都一样高。人皇具有神性与人性的双重特征，平行于三界人神仙佛之间。天之子则意味着人族对神族的一种屈服，于是商纣王和周天子之间就有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然鸿沟。古人有一句名言，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岂能御久居人下？人皇变成天子，直接就是永远低人一头。试问谁会喜欢？上古三皇五帝，其中的黑帝颛顼直接砍断通天剑母，隔绝天与地的连接，让神仙无法随意插手人间，这才换来了人族的崛起。后羿射杀9个太阳，威慑一切小瞧人族的神魔，如此种种才铸就人皇的威严。圣人也只能靠算计来获得胜利，不能直接动手。只可惜人皇的故事到此为止，从今以后只有天子了。那么对于纣王和姬发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